中关村 NMT 联盟作为连接不同地域 NMT 研究者，促进 NMT 交流的桥梁应用与平台，从今年11月开始，已经开启了对联盟会员单位的走访报道活动。通过走访报道，将 NMT 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应用经验、论文专利成果展现分享给您。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是国内非常著名的科研单位，在今年呢也引进了非损伤微测设备。现在我们就去这里的非损伤实验室，看看都有谁正在做实验。我们是中科院理化所抗菌检测中心，然后呢，我叫杨坤。然后我主要从事的工作呢，就是抗菌材料的研究与研发。然后呢，我们有一部分工作是做第三方检测，然后主要是看你的材料是不是具有抗菌的功能。然后这个抗菌呢，包括细菌、真菌这种各方面的，有一些还有包括病毒。然后呢，我们是有第三方认证资质的，这是检测这一块的内容。然后还有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做就是科研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自己研发出材料来，然后看这个材料在保证生物安全的情况下来看它有没有杀菌或者是抑菌的功能，主要是做这方面的测试。就是如果我们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有那个就是一个很常规的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方法，然后来检测一下它的那个抗菌的性能或者是抑菌的性能。然后呢，就是我们微观的话，我们是就是现在很成熟的就是透射电镜呀、扫盲电镜啊，然后我们观察这个细菌或者细胞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它是就是说，哎，细胞壁是不是破裂了？细胞膜是不是破裂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某一个瞬间的一个就是一个定点的一个过程，它不能观察到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动态的这么个过程。对，就是可能它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我们只能观察到就是说我们作用了多长时间，某一个时间点这一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就是 NMT 呢，它可以实时的进行监测，而且呢，你就相当于你的细胞跟细菌，它在不影响它的生命环境条件下来进行的一系列的测试。我觉得这样的话，它更能反映出就是我们的材料是怎么作用到微生物或者细胞上面的。就是我们之前采用的就是一些表征手段或者是检测手段，都是如果是材料的话就比较是常规的一些表征的手段。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材料跟细菌或者微生物或者细胞之间它们是怎么作用的来进行一个观测或者是检测。然后我们之前采用的传统的方式呢，就是说一个宏观上面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活菌的技术，这种比较就是已经通过就是国家标准，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行业标准啊或者国家标准来进行一个第三方检测的认证，这个是大家普遍就是认可的。但是呢，就是它是一个宏观的，就是你能用直白的话一点来说，你就可以说你这个材料跟细菌作用之后呢，就是说它有你放上去多少细菌，它可以杀死多少细菌，然后我们通过存活的细菌的量来计算出它对这个就是这个材料对于细菌的作用，这就是一个很宏观的现象呢。然后这个 NMT 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呢，它可以通过就是说一些离子的测定来观察，就是说我们这个材料是通过某种方式或者是哪一种方式来对这个细菌或者是细菌啊、微生物啊，或者是说细胞它是怎么作用的，就是主要是想做一步更深入的研究。这个是非常愿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仪器，我们了解到这个仪器有什么好处，肯定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来使用它。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从事的，因为我们是了解到这个仪器呢，就是 MMT 的话，它做植物的比较多。像我们现在是做微生物细胞，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微生物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嘛，然后现在就很多就是你测样品测试的话，可能要做到就是
动物实验上面去。动物实验上去呢，它就是一个活体的。活体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更能就是直观的来观察一下，你到底是对动物实验上面更详细或者更细微的这种研究。对，主要是这些。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是从植物来做，然后我们现在就扩展到就是微生物动物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新的领域来研究一下材料跟微生物啊动物之间它是怎么相互作用的。优势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它可以实时的来检测一个就是动物或者微生物或者细胞它们之间一个就是实时的一个生理变化。然后因为它这个可以测多种离子嘛，然后有氢离子啊、氧分子啊，就还有除了离子还有分子，然后钙呀、钠呀、钾呀这些氯离子，就是这些。因为它不同的离子呢，对应的可能就是你生物的不同的，就是说一个怎么说新陈代谢。例如氢离子跟氧分子的话，它可能就是说跟你动物的这个因为它需要能量嘛，它需要就是它活着的话，它就需要能量。它需要能量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氢离子跟氧分子是怎么变化的，可能也代表了它生命的一个到底是说，它活的状态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可能就是一个直观的反应。然后一般对微生物来说的话，它就是线粒体，然后它是能量的供应嘛，然后氢离子跟氧的话，它就是一个直观的反应。如果它这个量发生了变化的话，可以渐渐的说明这个线粒体是不是说，它活动的就是生命特征是不是好，是不是不好，就是有一个这种直观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这个离子的检测来确定一下，就是说它这个生物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或者说它没有出问题，就是更能反映到就是这个生物的新陈代谢上面去，然后看一下它的更直观的这个方向。如果您也想将您的 NMT 心得体会、成果专利，甚至您与 NMT 之间爱恨情仇故事向全国研究者分享，欢迎联系中关村 NMT 联盟010-8262-4800，或发送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